2024年9月开始，中央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而这其中可以说讨论度最高、关注度最高的一个词儿就是化债。咱们今天不光是聊聊这个债具体怎么化，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个部分是可以顺带着一起挖掘一下中国政府一个非常独特的财务状况。这么多五花八门的税收，地方和中央主要是靠哪些？他们是怎么分配的？这么大量的隐性债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等等等等。我还是要先说明一下，因为咱们视频确实是受众比较广，所以尽量咱们还是在保证客观的前提下挑适合我聊的聊，希望大家理解。OK。首先呢，咱们先简单来看一看政府的债务情况。这个是过去中央和地方政府官方的债务，23年中央是30万亿，地方40，加起来一共是70万亿，也就是占 GDP 的56%。其实要是单看这个数字的话，和其他国家比，那是相当低的。你看什么日本、美国、法国、新加坡等等，都超过100%。不过，这个并不是政府债务的全部，这只是政府的显性债务。地方政府其实还有很多的隐性债务是没统计在这里边的。所以咱们先明确了政府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呢它分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那这次化债到底化的是什么债呢？它其实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什么叫隐性债务呢？就是地方政府它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第三方的名义去发的债务。就比如说你现在信用卡刷爆了，但是你需要钱，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就可以托一个你的好朋友，比如说王哥，让他去银行借钱。那这样呢，对于银行来说，刷的就是王哥的信用，而不是你的信用。当然之后呢，这个钱肯定还是得你还，你还给王哥，王哥再还给银行，这样。不过地方政府这个信用额度，它不是在银行那儿不够了，而是在中央政府那儿不够了。中国的债务体系其实比较特殊，地方政府它在之前是完全不能自己借债的。最近10来年呢，开放了，地方政府可以自己借债了。不过中央政府为了限制地方政府无节制的借债，就会给它安一个债务上限，你就只能借这么多。这个数字2023年的时候是42万亿，所以你看咱们刚才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那个数据，基本上就是卡着这条线建。好，那如果说地方政府它还需要钱，但是他没法以自己的名义融资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找到他自己的这个王哥，帮他去跟银行借钱，或者帮他去市场上发债。他的王哥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般俗称叫城投公司。然后政府呢就会把自己的一些优质资产拿给这些城投公司去抵押或者去借债。这个借债的方式呢，可能是城投债券，也可能是商业信贷或者是信托等等。只不过呢，因为城投债它因为偿债优先级呀或者责任划分，有的时候有些不清不楚，这对债权人来说都是风险呀，对吧？所以这些债券的利率呢普遍都会比较高。咱先介绍这么多具体的土地财政那些我们一会儿再展开。因为隐性债务这个定义呢，它本身就比较模糊，所以市场上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你可能会听到各种不同的数字。就是城投公司、国企的负债到底能不能完全算地方政府的，对吧？就王哥他借钱，有的时候也可能自己花呀，这个其实也是隐性债务的一个问题，就他说不清楚。之前市场普遍估算，全国地方政府的预算外债务规模大概是在50到60万亿人民币之间。你要是把所有广义的地方政府预算外债务全都算进去的话，华尔街见闻估算是75万亿。而这些债务项目经过逐个上报，财政部逐个审核之后，11月8号，财政部最终官方给出的隐性债务余额是14.3万亿，比刚才之前那数小很多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狭义的隐性债务，就是财政部认可的隐性债务的规模。具体这个数呢，我们就不深究了。总之，不管地方政府还有多少隐性债务，这次明确要划掉的是12万亿。那什么叫化债？咱先来看看具体的做法。1. 提高债务限额6万亿，分3年实施。2. 专项债4万亿化债额度，分5年实施。3. 棚改2万亿债务，不再坚持2028年前清零。怎么样？我估计第一次看到这一串东西的朋友，除了能看出来6+4+2=12之外，应该是一脸懵，对吧？这些词儿呢稍微有点晦涩，不过道理呢其实不难理解。第一个，提高债务限额6万亿，咱之前不是提到过吗？中央政府会给地方政府设置一个明确的债务上限，这下我给你提高6万亿，分3年一点一点提高，这样以后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发地方债去借钱了，你赶紧把那些欠王哥李哥的钱都给还了。第二个呢，专项债其实也是政府债券的一种，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一般它就分一般债和专项债。这个专项债呢，它就是指对应一些具体目的的、对应一些具体项目的债务，它其实是占了地方政府的债务的大头，有超过60%都是这个专项债。那这次化债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一部分专项债就是为了偿还这个隐性债务的。
不过这一条他说的其实有一点模棱两可，就是这4万亿是从现有的额度里给拨出来呢，还是说我再额外给你划分出来4万亿？他没说清楚，现在还不知道。第3点，针对棚改，棚改呢就是指城市里边一些老破小设施的这种改造项目，他们一般呢周期都比较长，可能在10年以上。但之前呢，要求棚改的相关预算支出的周期不能超过3年，这就导致很多超过3年周期的项目就转化成了隐性债务。所以现在中央就说了，哎，你也别急着3年把它弄完了，咱们就按部就班把它好好收尾就行。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个化债10万亿、12万亿，数字一听非常炸裂，感觉说，哎，中央政府就要出来兜底了。可这3年咱们总结下来主要就俩作用。一个呢是隐性债务给转成显性债务，说白了就你别再老让什么王哥李哥去替你借钱了，你就自己借钱，先把王哥李哥那边钱都给还上，都变成你光明正大你自己的债务。第二个呢就是原来比较紧急的那些债务，不着急还了，我给你额度，让你可以借新债先还旧债，以后再慢慢还。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一个说法，叫做用时间换空间。所以呢，还是说你自己的债得自己还，自己屁股得自己擦，对吧？要不它怎么叫化债，对吧？它不叫还债或者去债呢？专业点说呢，它其实是一种债务置换和债务重组。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借新还旧吗？那不是还是没有意义吗？确实这次的力度没有之前小作文传的那么大，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它市场反应并不是那么热情。但这次化债的作用肯定是有的。我总结短期的直接作用大概有这些。首先，地方政府的利息它确实会大幅降低。你要知道，原来那些城投债它的利息是非常高的，有的甚至都超过了10%，而这一下子10几万亿全都换成了专项债。专项债你想，利息平均也就2%点几。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就预测说，3年能帮地方政府节约大概6000亿的利息。再有呢，就是可以解决一些三角债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地产行业的这个资金链它普遍是比较错综复杂的，经常就会有那种拖欠账款的现象。比如说，你先借完了我再给钱，这个其实要是放在地产行业蓬勃发展、资金都不断扩张的情况下是问题不大的。但是，一旦这个房地产行业进入到了一个下行周期，就容易形成大量的三角债，整个地产链的资金链就被堵死了。那这回化债多少万亿的新钱进来，虽说它也是借的，但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三角债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这么大量的化债，甭管你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你是专项债还是什么债，总之呢，从整个市场的角度来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财务扩张。那财务扩张的效果就是通过增加政府的负债率来对经济，尤其是对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去进行最直接的刺激。当然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一些短期非常直接的影响，更长期、更底层的具体肯定还得看它能不能逐渐走向一个健康的财务状况。那很多人可能都会担心说，化债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呢？因为你直接看这个标题说重磅12万亿化债，是吧？很多人一看，对吧？化债什么意思不知道，但那12万亿好多钱呀，就会担心最后变成通货膨胀，让所有人买单。这个我们简单说一嘴如果我们单去看这一波化债的影响，我个人是觉得不太有必要太担心。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这个化债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它有点相当于一个财政刺激，那对物价升温肯定是有一些作用的。不过这个具体作用怎么评估，一是得看量，二是得看时机。量上，对吧？12万亿听着很多，但它其实主要是一些债务置换，短期直接的影响其实就是那几千亿的利息。更关键的是时机。你看现在中国经济最担心的问题，那是通货膨胀吗？对吧？显然不是啊，甚至大家可能还希望有点通货膨胀呢。所以单就化债对物价的直接影响来看我觉得不会太大。当然你要说它后续又会引发地方政府的什么行为变化呀，什么连锁反应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干嘛？好，这次化债简单就是这么个逻辑。我其实觉得很多文章都分析得很好，很详细。比如说这12万亿怎么花呀，怎么分配呀，什么传导机制啊等等，我们就不深挖了。那我想深挖的点是什么呢？咱正好借着化债这个情况，大致的了解一下中国这个比较独特的财政情况，来看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它的工资单，它的日常开销什么的。这样呢，我们也能更好的理解这些隐性债它是怎么来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件事儿非常重要，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它是不一样的。很多朋友肯定对此嗤之以鼻，对吧？废话，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不一样的？你先别急我觉得很多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看问题或者分析问题的时候，还真不一定能把它分得那么清楚。其实我自己原来在理解中国的财政问题、政策传导的时候，潜意识的就会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给混为一谈。现在可能就觉得，反正就是政府嘛，对吧？就是上下级政策一层一层的传导，钱一层一层往下拨，就这么简单。可实际上随着我们分析的越来越多，你就会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中央政府和地
地方政府之间，不管是收入、支出、责任，其实划分的都非常明确。地方和地方之间，地方和中央之间都会存在着博弈。要说这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改革，就是1994年，也就是30年前的分税制改革。在改革之前呢，地方政府这边是财政包干，每年就只需要上缴一小部分的收入给中央，剩下的钱怎么投资、怎么分配都可以自己说了算。这样做的本意其实是为了提高地方政府自己的积极性，但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一方面导致地方之间会产生一些无序的竞争，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同时呢，中央这边的财政控制力度其实很弱，就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在1993年的时候，中央这边的财政收入大概只占到政府总体收入的22%。于是，在93、94年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税制改革，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你看这个图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中央在94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大跳，翻了1倍多。之后呢，两边的收入比例基本上是维持在一半一半左右。可是呢，虽然中央跟地方它的财政收入差不多，但地方呢是承担了更多的财政责任。说白了就是地方这边要花钱的地儿更多。你看这是两边的支出占比，中央在持续下降，到23年的时候只有14%。这样一来，地方哪受得了，是吧？所以呢，中央就说了，哎，你别急，我再额外给你们地方政府2个权益，一个叫转移支付，就是我看情况每年多给你拨点钱；第二个就是土地出让金。说白了就是所有卖地的收入都完全归地方所有，这也是现在大致的一个情况。这个分税制改革之后呢，其实也有很多轮小的调整，我们就不赘述了哈，咱就直接来看一看现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它的收入大概是什么情况。政府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有这么4本账：一般收入、基金收入、国有资本和社保基金。这4本账合起来构成了政府整体的一个财政状况。我跟你说，这里边每本它都有自己一个独特的体系，也可以说都有让政府头疼的地方。咱先来说说这第4本账，就是社保，其实主要就是养老金。它呢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只进不出。当然我说的这个出，它不包括社保正常的保障支付，而是说它除了这个常规用途以外，不能随便挪用。毕竟这个养老它是民生的根本，你缺钱了可以从外边往里补，但是你不能把这个钱往外挪。总之它相对比较独立，所以我们一般在讨论政府财政问题的时候呢，会把它先给拿出去放一边。这第3本账国有资本收入呢，就包括了比如国央企利润的上缴啊、分红啊等等，都在这本账里。这部分呢其实并不多，23年总共是6743亿，还不到万亿这个级别。这里边呢，中央2000多，地方4000多，而且经常呢会把它的结余转移到第1本账里，咱就也快过了。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前2本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我们要慢慢深入到这个政府钱包的核心了哈。咱来先看这个一般收入，它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税收收入。咱就以2023年为例哈，我是详细的统计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情况和具体的来源。23年中央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0.0万亿元，地方是11.7万亿，基本上也是一半一半。这里边呢，我来考考大家哈。你知道中国政府税收的第1大项是什么吗？ A. 关税， B. 企业所得税， C. 个人所得税， D. 以上都不对。会考试的朋友肯定都猜出来了哈。一般这种题选什么呀？没错， D. 以上都不对。实际上答案是国内增值税占了整个政府收入的1/3。你看这个是我根据财政部的官方数据整理出来的，按照不同的税收来源，整个政府包括中央、地方的收入。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挺有意思的，咱来分析一下。首先咱先简单的把它从大到小排列一下，你看到没有哈？这里边有一些是全部归中央的，比如说进出口相关的税费、车辆购置税等等，而有一些呢是100%归地方政府的，比如说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等。不过这里头最大头的是双方共同享有的，一个是增值税，还有一个是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呢是两边一人一半，企业所得税呢是中央6，地方4。这个企业所得税呢，就是企业的利润要交一定比例的税，这个全球都一样，也很好理解。增值税呢，就是说这个商品在流转的过程当中，不管生产的哪一个环节，只要增值的部分，你就相应的得交增值税。比如说这个企业进货价是300块钱，然后卖出厂的时候卖500块钱，那这200我就得相应的去征收增值税，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大的收入呢，就是消费税，1.6万亿。
这部分是完全归中央的。这个消费税可能跟海外的朋友理解的不太一样。国际上呢，这个消费税一般就是对消费者征收的。比如说你买个手机1000块钱，政府要征5%的消费税，那你一共就得付1050。这个在美国的朋友肯定是再熟悉不过了，对吧？因为它那个消费税本身不标在价签里头，然后每个州征收的税率还得不一样，所以你每次还得额外加，就是让人挺不爽的。不过在中国呢，这个消费税它不是这个意思，它只是针对一些少数的商品，一些影响生态环境的，比如说汽车、成品油、鞭炮，还有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比如烟酒还有呢就是对于奢侈品，它征收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总体就是一种有点惩罚性的税收。而我跟你说这1.6万亿的消费税里，占了半壁江山的都来于一种商品，甚至可以说是一家公司，就是烟草。我相信肯定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中国烟草这家公司，虽然没上市，也很低调，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隐形的巨头。23年烟草行业的工商税总额大概是1.2万亿，也就是人平均每天要交30多亿的税，这里边有大概2/3，就是每天20来亿都是消费税。你再比如说贵州茅台，它每年交200多亿的税，这里边大部分也是消费税。我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发现没有政府税收的大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这些全都是直接向企业端征收的。虽然在传统经济学的模型里，你说这个税跟谁收都一样，最终反正都是大家共同承担，但实际上它的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而和这几个大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个人所得税。你敢相信吗？全国的个人交的所得税跟中国烟草一家公司交的税差不多，个税只占到政府总收入的不到7%。我最开始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还挺吃惊的。你要知道，在美国，个人所得税是政府收入的第一大来源，占了整个收入的一半。所以本来我理所应当就觉得，在中国这个个人所得税也应该是很大的一部分。结果一看还不到7%。换句话说，在中国，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绝大多数的税都是从企业端收上来的。当然了，这个跟中国过去的发展更偏向于生产型社会是分不开的，我们就不展开了。刚才咱看的主要是收入，还没看支出。咱刚才其实也聊了支出很主要就是在地方。你看过去10年，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的扩大。23年，地方政府的收入是11.7万亿，而支出高达23.6万亿，净赤字接近12万亿。你看这不跟画这规模差不多吗？而中央政府它的财政盈余也在扩大，所以很自然的，中央政府就给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嘛。08年的时候，这个转移支付的金额是2.1万亿，而到23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0万亿。这样一来呢，虽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最后都还剩一点赤字，不过基本上就差的没那么大了，基本拉平了。刚才咱说的这么一大片，其实都是政府的第一本账，就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你是不是都忘了还有4本账这回事了？那这第2本账，政府性基金收入，简单来说呢，就是政府的一些项目收入。这本账就跟隐性债务非常有关系了。你看这里边囊括的类别非常多密密麻麻一大片。而就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位置，有一个重磅项目，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有的时候我们简称叫土地出让金，俗称就是卖地。这可以说是占了第2本账的绝大多数。你看23年全国这第2本账总收入大概是7万亿左右，这里边中央只有4000多亿，而地方的这6.6万亿里头有5.5万亿，就超过80%都是这个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所以你看很明显卖地的收入占到了地方政府收入的大头。这个其实也是94年的分税制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之一。咱们现在就要说到了土地财政了你看地方政府它的 KPI 是非常明确的，就是 GDP。可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收入显然是不够用的，所以很自然的，它就需要去借债。但是呢，在2014年新版的预算法之前，地方政府是不允许自己借债的。他们就设立了融资平台这种方式。先呢是把优质的资产，主要就是土地相关的一些权益，拿给城投公司去做抵押融资。借来的钱之后呢，你就修路、搞基建，对吧？想致富先修路嘛。等路修好了，这个人呐、企业呀就都可以过来了，这个经济的活力就可以带起来了。经济起来之后呢 GDP 就上升了，这 KPI 不就好了吗？人口也起来了。这样呢，一方面政府它的税收收入也会变高，另一方面呢，地价也会随之上涨，就带动之后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也水涨船高。然后地方政府再拨款给城投公司，把之前借的钱给还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闭环。地方政府又可以进行新的一轮的融资和投资。而这里面呢，你想政府它不可能什么都自己融资自己建，对吧？所以呢，关于政府怎么跟建设公司合作，其实也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模式，什么 BT、BOT、BOT、TOT、PPP 等等，你也不用知道具体的了。总之就是政府它希望用尽量少的债务去撬动尽量大的项目，这个呢基本上是土地财政的一个链条。
它其实在正常运转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也是非常合理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之前房地产是推动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发动机，但同时这也让地方政府逐渐就积累起来了大量的表外债务。这些隐性债务呢，始于90年代的税改，但是急速膨胀是从08年4万亿的刺激计划之后。其实我们之前讲那么多国家的宏观经济都提到过，负债率的增加，政府的赤字，它并不一定是个坏事儿，并不是说你欠债越少就越健康。相反，你看很多发达的经济体、健康的经济体，它其实负债率都很高。当然，这个负债率包括政府的负债率，也包括居民端的负债率。你去评判这个负债是不是健康的一个关键，并不是在于它的多少，而是在于这些负债对应的投资能不能产生相应的回报，就是说你这个投资回报率能不能超过它要付的利息。说白了就是你能不能还得起这个债。你看2000年初中国飞速发展的时候，那显然是可以的，那时候基建对吧，投资回报率怎么投怎么有。而最近呢，疫情的冲击、经济的震荡、房价的下跌等等，就让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出问题了，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也开始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你看这个是地方政府过去几年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一直是在暴跌，21年还有8.7万亿，而到24年据估算就只有4.5万亿了，几乎是腰斩。这个可以说是让地方政府陷入债务泥潭的一个关键，这不之后才有了大规模的化债吗？其实这次已经不是第一次化债了，从2015年开始中央政府已经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化债，方法跟这次差不多，主要就是债务置换，总共大概置换了15万亿，这次是第4回。这里边第一次是2015年到2018年的时候，总共置换了12.2万亿的地方债，数额也是非常可观了。不过当时那一轮呢，并不是针对隐性债务，主要呢还是表内的一些非债形式，给它换成了债务的形式。之后呢，就是针对隐性债务了，但是规模都不大，更像是对这次化债的一个试点。而这回呢，就是中央牵头的，针对所有地方政府的一个大规模化债。这次大规模的化债之后，我相信地方政府的负债压力肯定会大大减轻。不过要想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债务问题，还是得看未来。在土地财政逐渐减弱的情况下，能不能成功的推进融资平台公司改革，找到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在保证自己财务健康的前提下，把更多的资源实打实的投入到民生当中去。这个就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了。